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11年12月2號，Detroit 警方收到一通報警電話，報案人話自己啱啱俾人劫車，當時佢嘅車上面仲有一位2歲嘅女，但係劫匪就連人帶車一齊搶走咗。當日早晨，DeAndre 揸車送7歲嘅女 Bella 同埋15歲嘅侄仔 Trevon 去到學校返學之後，佢就載住坐喺車後面嘅2歲女 Bianca 去到佢嘅生母 Banica 嘅屋企度。DeAndre 同 Banica 喺佢哋12歲嗰年就認識咗，並喺青少年時期就開始拍拖。佢哋一直分分合合，並喺2009年11月6號誕下咗 Bianca。Bianca 出世之後，佢哋亦都冇結婚。Bianca 大部分時間都同媽媽 Banica 一齊住，間唔中都會喺爸爸 DeAndre 嘅屋企度過夜。DeAndre 可以話係一位情場浪子，佢總共同7個唔同嘅女人誕下咗7位小朋友。DeAndre 而家同佢嘅未婚妻同埋幾位小朋友住埋一齊。11月尾，Banica 因為忙住要搵工同埋參加面試，所以佢決定叫 Bianca 暫時住喺 DeAndre 嘅屋企度，直到聖誕節。Bianca 亦都可以喺呢1個月嘅時間入面，同爸爸有更多嘅相處時間，同時亦都可以同佢同父異母嘅兄弟姊妹們增進感情，可以話係一舉兩得。由於 Bianca 冇帶到足夠嘅衣物，所以 DeAndre 就喺12月2號去到 Banica 嘅屋企幫 Bianca 收拾足夠嘅衣物。當日早晨9點45分，DeAndre 喺路上不斷被一架紅色嘅私家車響看，於是 DeAndre 搖低咗車窗。嗰名男司機同 DeAndre 講佢嘅車尾燈壞咗，於是DeAndre 將架車停咗喺路邊，嗰架紅色私家車亦都停咗喺佢嘅後方。DeAndre 落車檢查車尾燈，呢個時候一名男子由紅色私家車嘅副駕駛座落車，並用槍指住 DeAndre。DeAndre 不斷向嗰位男子求情，希望可以俾佢先將 Bianca 抱走，但係嗰名男子並冇理到。佢直接坐上咗駕駛座，就將架車揸走咗。當時 Bianca 仲喺架車入面。根據 DeAndre 嘅形容，將佢架車劫走嘅男人係一位黑人，25至30歲，大約6尺高，體重大約185磅。佢當時着住一件黑色 T 恤同埋黑色長褲，仲戴咗一頂黑啡色嘅棒球帽。事情發生之後，DeAndre 並冇第一時間報警，佢反而去咗 Banica 嘅屋企度。當時 Banica 並唔喺屋企，屋企入面只係剩低佢嘅媽媽、哥哥同埋大嫂。DeAndre 一到埗就歇斯底里咁不斷重複住呢句話，佢哋捉咗佢。Banica 嘅屋企人聽得一頭霧水。當佢哋發現 DeAndre 架車並冇停喺屋企出面，而 Bianca 亦都冇喺佢身邊嗰陣，佢哋先意識到唔好嘅事情發生咗。喺佢哋嘅再三詢問之下， DeAndre 先終於能夠整理好句子，話俾佢哋知自己啱啱俾人劫車，而 Bianca 仲喺車入面。之後 Banica 嘅大嫂 Mary 拎起電話報警。Hi, my name is Mary, and my niece was just stolen in a vehicle, and her father is really upset. Somebody must have hijacked him or something, and my niece is in the car. Did they use a weapon on him? She was not really talking to me. 當911接線員問起案件細節嗰陣， Mary 就將部電話遞咗俾 DeAndre， 但係佢非常激動，不斷痛哭，冇辦法同接線員對話。You have
to talk to me, sweetie. You have to talk to me. I can't help you if you don't talk to me. What kind of car is this? And she still needs to know what kind of vehicle so they can start looking for it. Dre, come on, sweetheart. Come on. You have to tell me what kind of vehicle it is. Did they have a weapon? Yes.警方之後嚟到咗 Banika 嘅屋企，佢哋先終於掌握到案件嘅細節。大約30分鐘之後，警方成功喺一條巷仔度揾到咗 DeAndre 架車，車門都打開咗，車匙仲插咗喺車入面，車後座有一個 BB 座椅，上面仲俾一張被整齊咁冚住，但係就冇發現到Bianca 嘅身影。一單劫車案而家演變成為一單綁架案，警方馬上展開咗搜查行動。Bianca 嘅失蹤好快就引起咗全城關注。Banika 嘅屋企人同埋朋友以及社區入面嘅一啲志願者亦都加入咗搜查行動，希望可以早日揾返 Bianca。Banika 亦都透過鏡頭同綁匪對話。Please, please, just bring my daughter home. That is all I want. Just please bring my daughter home. No one is looking for you. We are looking for Bianca. 警方並冇喺搜查行動中發現 Bianca 嘅身影，就連關於綁匪嘅蛛絲馬跡都冇揾到。呢一點令警方覺得好唔尋常，於是佢哋認為 DeAndre 喺度講大話。其實當警方揾到 DeAndre 架車嗰陣，佢哋就已經開始懷疑 DeAndre 啦。Detroit 雖然有好多暴力犯罪嘅案件，但係當劫車犯發現車上面仲有小朋友嗰陣，佢哋通常都會連人帶車一齊拋棄，而唔會將小朋友帶走。喺盤問 DeAndre 之前，警方發現佢有厚厚嘅案底。DeAndre 喺18歲嗰年就因為企圖持械盜竊而被判緩刑4年，之後佢又因為毒品罪同持械罪被逮捕咗好幾次，有一次仲被判入獄3年幾。除此之外，警方仲發現 DeAndre 早前違反咗前妻所申請嘅人身保護令，所以就將佢扣留咗。喺審訊室，警方問 DeAndre 關於12月1號晚，亦即係 Bianca 失蹤嘅前一晚，到底發生咗乜嘢事。DeAndre 話佢當晚同侄仔打機打到好夜，大約凌晨1點 Bianca 瀨咗尿，為 Bianca 清理乾淨之後，佢就將 Bianca 抱返床度，而自己就喺凌晨大約3、4點左右就瞓着咗。第二日早晨7點，佢起身之後就將班細路送到學校，然後就揸車去 Banika 嘅屋企，喺途中就俾人劫咗車。警方亦都喺 DeAndre 嘅未婚妻 Angeli 嘅口中得知 DeAndre 係一個好注重紀律嘅父親，佢會罰班細路面壁思過，有時仲會體罰佢哋，尤其係喺訓練小朋友自己去廁所嘅呢一方面。DeAndre 嘅要求非常嚴格。DeAndre 平時都會用自製嘅藤條嚟體罰班小朋友。佢嘅藤條係一支喺尾端包咗毛巾同膠紙嘅木棍。Angeli 話俾警方知，案發當晚Bianca 因為瀨尿而俾 DeAndre 體罰，佢記得 Bianca 喊得比平時大聲，感覺佢好似好痛。DeAndre 嘅7歲女 Bella 亦都提到，佢記得 Bianca 喺案發當日好眼瞓。當日早晨，爸爸將 Bianca 放到車上面嘅兒童座椅度，並為佢冚被。喺去學校嘅路上， Bianca一直喺度瞓覺，途中亦都冇發出任何嘅聲音。Bella 仲話有一次佢唔小心瀨咗尿，
DeAndre 就將佢沾滿尿液嘅內褲塞入佢嘅口入面，仲整傷咗佢條脷。之後，警方申請咗搜查令，調查 DeAndre 嘅電話記錄同案發地點附近嘅 CCTV。DeAndre 嘅手機定位顯示，佢喺案發當時身處喺另一條高速公路度，並唔係佢當初所講嘅嗰一條路。而且佢仲喺一條街道停留咗17分鐘。針對呢件事， DeAndre 並冇辦法俾出合理嘅解釋。警方懷疑 DeAndre 可能係喺嗰17分鐘入面將 Bianca 嘅遺體抌咗喺嗰條街道嘅垃圾桶入面。只可惜警方仲未嚟得切去搜查，案發當日嘅垃圾就已經被收走啦。警方亦都帶住尋屍犬嚟到咗汽車扣留中心同埋 DeAndre 嘅屋企。尋屍犬成功喺35架汽車入面辨認出咗 DeAndre 架車，並喺後座同埋車尾箱度聞到咗人體殘骸嘅味道。尋屍犬亦都對 Bianca 間房嘅枕頭做出咗反應。鑑證人員亦都喺枕頭度發現咗屬於 Bianca 嘅微量血跡。警方認為 Bianca 喺當晚被打之後就喺睡夢中過咗身。DeAndre 承認咗佢曾經用藤條打 Bianca， 不過就唔承認佢有傷害 Bianca。警方要求 DeAndre 進行測謊，但係佢未能通過測試。2012年3月14號，警方以謀殺罪名逮捕咗 DeAndre。2012年9月，本案正式開審。辯方傳召咗一位女警 Nikki 出庭作證。佢話佢曾經喺 Bianca 被通報失蹤嘅8日之後見過佢。當時佢收到指示去到一間屋調查一宗家暴事件。佢喺屋入面見到一位有住濃密眉毛嘅細路女。當時佢並唔知道嗰位細路女就係 Bianca。直到第二日，當佢見到 Bianca 嘅失蹤海報嗰陣，佢先知道嗰個細路女就係 Bianca。Nikki 同幾位同事提起過呢件事，不過佢喺4日之後先至將呢件事話俾負責呢單案嘅警探知，但係就被告知佢哋確定 Bianca 已經遇害啦，而兇手就係 DeAndre。控方認為 Nikki 嘅證詞根本就唔符合常理。Bianca 嘅失蹤引起咗全城關注，全城嘅人都喺度揾緊 Bianca。而 Nikki 身為警察，如果對嗰個細路女嘅身份起疑，佢應該喺第一時間就採取行動。另一位辯方證人 Michael 亦都指出佢曾經見過 Bianca。Michael 係法庭委派俾辯方嘅私家偵探，佢去到女警 Nikki 所提到嘅嗰間屋調查。佢喺屋入面見到一個被打扮成細路仔嘅細路女，雖然佢濃密嘅眉毛俾人剃咗，但係 Michael 都係確定嗰個細路女就係 Bianca。佢之後亦都即刻將呢件事話咗俾警方知。控方稱，警方當時已經採取咗行動，去到嗰間屋調查。警方核實咗屋入面所有人嘅身份，確定 Bianca 並冇喺嗰間屋入面。DeAndre 嘅侄仔 Trevon 同埋大仔 DeAndre Jr. 亦都成為咗辯方證人。Trevon 表示，佢非常肯定 Bianca 喺案發當日早晨仲係生勾勾嘅。而 DeAndre Jr. 就表示，雖然爸爸係一個好嚴厲嘅人，佢哋嘅兄弟姊妹都受過佢嘅體罰，但係佢絕對唔會傷害自己嘅仔女。控方認為 DeAndre 當晚出手過重，而將 Bianca 打成重傷。DeAndre 唔單止冇報警求助，反而仲令佢慢慢斷氣。為咗掩飾罪行， DeAndre 將遺體處理完之後，仲編造出被劫車嘅故事。辯方辯稱
控方所謂最有力嘅證據只係尋屍犬，但係尋屍犬並冇揾到 Bianca 嘅遺體，咁並唔可以證明 Bianca 已經死亡。雖然本案冇發現屍體，但係陪審團喺經過7個小時嘅討論之後，認為呈堂嘅間接證據已經足夠進行裁決，最終裁定 DeAndre 1級謀殺及虐待兒童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Bianca 嘅媽媽 Banica 相信 DeAndre 係無辜嘅，佢依然相信女女仲在世，可能只係俾人禁錮，或者係被售賣到其他地方。佢冇放棄尋找 Bianca， 仲透過專家嘅協助製作出一張 Bianca 嘅年齡進展相。如果 Bianca 仲在世嘅話，佢今年已經係14歲啦。